在乌克兰和平曙光出现的关键时刻，中共外长王毅却急忙地赶赴莫斯科，这是习近平派他探普京的口风，无上限友谊还作不作数？普京也想趁机大捞一笔，乌克兰的土地、中共的援助都想要，现在还不是做出回答的时候，普京的算盘拨拉得啪啪作响。中共这边可是火急火燎，台海这边日本和台湾越来越难对付，上川普那儿告状也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自己打圆场。党媒人民日报站出来高喊敦促美国约束日本。拆散俄罗斯与中共的联合是川普由来已久的心愿，乌克兰和平是这个心愿实施的第一步。这部反向尼克松大招一旦启动，就是习近平噩梦降临的时刻。所以有学者分析，川普的乌克兰和平方案让北京极其被动，至少陷入3层恐惧和尴尬之中。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方华。11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下周一和周二，王毅将参加中俄伙伴关系战略安全对话第20轮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全面交流，但没有提及乌克兰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刻很敏感，因为美国正在推动乌克兰和平计划。毛宁说，中俄是中共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王毅这次赴俄的目的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涉及两国战略安全利益的重要议题加强沟通协调。毛宁句句不离中俄全面战略伙伴，而赶赴俄罗斯的偏偏就是王毅，这不仅让人想起几个月前王毅对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的那一番话。在今年5月2号，王毅告诉卡拉斯，北京不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那样的话，美国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中共。王毅的话坐实了欧盟许多人对中共的认知，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共那一套对外说辞是多么的虚伪。中共对外一再声明，它不是战争的当事方，中共更是否认对俄罗斯提供武器。不过，证据显示的情况恰恰相反。有报道指出，北京对莫斯科供应雷射武器系统。现在虽然普京还在讨价还价，俄乌战争的结束终于见到了曙光。王毅此时火急火燎跑去莫斯科，就是要告诉普京，别忘了与习近平达成的重要共识。中俄可是有过攻守同盟的呀，不能这样轻易的把北京抛在一边，让习大大一个人硬杠美国呀。那么普京这一边却不像王毅那样的着急，他还想在战争结束前大捞一笔。11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尔吉斯出席一场峰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乌克兰讨论的和平计划草案的大纲可以看作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基础。尽管美国考虑了俄罗斯的立场，但有些事仍需讨论。结束战争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基辅必须同意从莫斯科想要吞并的土地上撤军，俄军才会停止攻击，否则俄军将以武力夺取这些土地。他还威胁说，俄军正加速在乌克兰的推进。普京声称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合法，俄罗斯在法律上不可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所以确保任何协议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至为重要。而国际社会必须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拿下的领土克里米亚与乌东顿巴斯地区将是俄乌会谈的议题。普京还驳斥了美国特使魏科夫在和平谈判中偏袒莫斯科的说法，说这是无稽之谈。11月中旬，芬兰国防长哈卡林指责北京正在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他认为中共此举给北约带来了挑战。结束俄乌战争一直是川普总统的心愿，如今就连中国境内的自媒体人也看出了端倪。例如中国门户网站网易11月28号发表了文界之语的文章，
文章一开头就说，俄乌战争的硝烟仍在弥漫，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已步入尾声。俄乌战争进入尾声了吗？至少这是习近平担心的事，因此他才急急慌慌派出王毅询问普京，我们之间无上限的友谊还算不算数？开散俄罗斯与中共的联合是川普由来已久的认识。今年3月18号，川普在结束与普京通话后不久，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作为一名历史的学生，我已看完了所有的历史，你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2023年10月7号，在总统竞选集会上，川普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历史，正如我的老师所说，你们肯定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中国联合，他们是天敌，因为他们有共同国界，俄罗斯有很多土地，中国的土地不够，这通常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对吧？中国需要土地，俄罗斯有土地，但俄罗斯不会给中国，所以他们是天生的敌人。拜登和奥巴马用愚蠢的精力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完全是联合起来的，这是不允许发生的，在我当政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发生。因此川普重回白宫，让中共感到浑身不安。华尔街日报2024年11月13号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在川普胜选后的最大噩梦，反向尼克松战略。众所周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上个世纪美中破冰建交的关键人物，他在冷战时期寻求与中国接触，借以对抗宿敌苏联。川普 2.0 也可能会采取类似的策略，但却是反过来操作，拉拢莫斯科来对抗北京。亲近中共领导阶层的人士指出，习近平特别担心川普胜选后会破坏他与普京的情谊。川普想要跟普京合作解决乌克兰问题。华尔街日报认为，仅凭这一信号就足以让习近平夜不能寐。奥布莱恩当时表示，如果你平息了乌克兰战争，你可以想办法向俄罗斯人解释，与一个认为俄罗斯侵占了其大片领土的国家走得这么近，这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去年年底就有媒体观察认为，华尔街日报关于反向尼克松的看法并不是新鲜事。8年前，卫报评论员提斯达尔也曾指出，川普试图反过来打尼克松与辛基格的中国牌，或者说对北京打俄罗斯牌，他也使用反向尼克松来描述川普的策略。如今川普可能再次试图联俄反中，这对习近平以国家安全为重心的议程可能是个巨大的战略打击。英文大纪元记者坦维拉特纳今年8月29号也撰文说，川普总统在阿拉斯加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酝酿的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战略布局，一场旨在削弱中俄关系根基的战略博弈。文章指出，如果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北京是试图将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那么这一届美国政府则是在尝试一个反向的操作，悄然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制造裂痕。美国政府的目标并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乌克兰胜利，而是战略性遏制，建立一种限制俄罗斯影响力的平衡，无需扩张北约或直接对抗。这战略可以在俄罗斯伙伴关系上制造不安感，通过贸易与金融手段来限制俄罗斯的灵活性，同时向第三方传递信号，靠近莫斯科就意味着和美国的摩擦加剧。这些并没有靠公开形式的声明或宣导知会各方，而是靠各国对成本效益方程的再校准来达到。这种做法并非冷战的翻版，它没有非此即彼的二元阵营逻辑，但这些策略与历史上的相呼应。尼克松当年押注于意识形态的好奇心可以重塑全球格局，而本届政府则押注于依赖调整关系以及对它的破坏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正悄然重塑全球格局，不是通过建立新联盟，而是通过战略性的加重旧联盟的负担。如果俄乌战争停火，俄罗斯对中共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就会断崖式下降。美国将与俄罗斯展开矿产、能源、高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习近平将成为孤家寡人。习近平对川普还存在侥幸和误判，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看重交易的商人。华尔街日报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川普情绪，认为看重交易成为川普知名的弱点，被俄罗斯和中共当成破坏美国同盟的良机，在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制造隔阂，并削弱由华盛顿主导多年来制衡他们的安全秩序。例如，习近平试图引导川普把台湾问题放到一边，来换取一项广泛的美中贸易协议。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川普把这份协议看得非常重要。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1月27号以笔名终身发表评论，似乎在呼应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党媒评论敦促美国约束日本，防止任何复兴军国主义的行动。11月24号，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而川普又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然而，川普事后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表的帖子中，只字未提台湾。中共却洋洋得意地声称，川普告诉习近平，美国理解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如果川普有这样的表示，其含义也是非常宽泛的。台湾对日本、对越南、对菲律宾、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党媒甚至打起感情牌来说，中美曾并肩作战，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现在更应携手捍卫二战胜利。但中共忘了，曾经与美国并肩作战的中华民国是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不是中共。看来川普马上就要结束乌克兰战争，让中共坐立不安，六神无主，开始胡言乱语。其实早就有学者看到了中共的惊慌失措。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11月24号撰文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抛出结束俄乌战争的28点和平方案以后，北京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焦虑、尴尬，甚至进退失据的窘境。方案虽然对俄罗斯有利，但北京不能公开鼓掌。中共与莫斯科虽高喊上不封顶的战略协作，却从未承认俄罗斯的占领行为。因为一旦承认以武力改变边界，台海议题就不再能被包装成中国内政，反而会被国际直接视为另一个乌克兰。这样一来，北京陷入了两难。如果公开支持28点，就等于承认武力夺地可以合法化，这会立即使美日介入台海更名正言顺，完全违反北京的叙事需求。那么如果反对28点，又等于打脸莫斯科，破坏中俄战略绑定。最终，中共选择了最模糊也最安全的外交语法，中方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看似中立，实则是既想让俄罗斯得利，又不敢承认俄罗斯的手段；既想反美，又不能反对美国端出的成果。这是中共的第一层尴尬。28点是美国主导的和平叙事，背后的象征意义十分的明确。美国重新夺回欧洲安全与全球和平叙事的主导权。过去3年，北京重金经营自身形象，打造和平倡议者、全球南方领导者与新国际秩序推动者。这份美国方案却不留情面地打脸中共。和平方案不是北京提出的，谈判不是北京主持的，结果更不是北京能够左右的。充其量，中共的立场文件只能是政治边角料。更讽刺的是，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竟然最有利俄罗斯，这正踩中了北京最难处理的界限，反美与挺俄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共的第二层尴尬。
而且这份方案一旦成功，未来叙事将可能变成美国是结束战争的大国，俄罗斯脱困并固化既得领土，欧洲重新依赖美国安全，中共完全不在谈判桌上，也不被需要。这样，北京面临了3项重大战略损失：和平叙事被美国夺走，中共的方案沦为装饰品；俄罗斯得利但不需中国，中俄杠杆削弱。全球南方将重新判断，真正主宰战与和的是华盛顿，而非北京。不过，北京心底最深的恐惧还不止这些，随后发生的事情才是让中共夜不能寐的。一旦俄乌战争结束，美国就会腾出手来全面对付中共，这是在中国外交与军事圈都心知肚明的底层焦虑。乌俄战争暂时消耗大量美国的军事与外交能量，北京因此在印太享有短暂的战略缓冲期。美国盟友因分心而无法形成最紧密的反共阵线，俄罗斯遭制裁后对中共依赖更深，中共因此在全球南方获得额外影响力。但是如果美国突然让战争落幕，美国会立刻的把战略重心从欧洲抽回印太，而首要对象毫无意外就是中共，这比失去叙事权更具威胁。美国将重新聚焦台海，美日澳的印太链将更紧密，美中竞争主战场将完全回到亚洲，中共失去的不是话语，而是时间。这是中共的第3层尴尬，也是真正的恐惧。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